在苏昌河成为大家长，苏沐雨成为苏家家主之后，白鹤怀在南安城开了一家鹤宇药庄。鹤宇药庄，鹤是白鹤怀，宇是苏沐雨。在药庄开张之前，作为药庄的半个老板，苏沐雨也是被白鹤怀邀请前来，让他当药童导药揽客。苏沐雨自然是义不容辞，苏昌河肯定也是不甘于后，一起去了南安城。在鹤宇药庄之时，是苏沐雨和苏昌河加入暗河后过得最安稳的一段日子。这一时期，白鹤怀负责看疑难杂症，萧朝言负责看跌打损伤、风寒发热等小病，苏沐雨负责抓药，哲叔随手送佛经，苏昌河则是负责吃着西瓜收银子，可谓是其乐融融。只是平静没有那么容易，白鹤怀为知州大人的儿子诊治时，却发现他成了活死人。这正是奇特的药人之术，让人身死之后仍然能活动。所谓的药人之术，实际就是蛊毒之术。当年西楚和北黎两军交战时，西楚的药师以药炼制成药人，形成一种不惧疼痛而且实力大增的活死人，强行拖延了北黎大军许久。这是一门十分邪异的手段，但也是一门十分奇异的本事。西楚覆灭后，儒仙也不忍心毁去药人之术，就把它交给了药王谷，希望药王谷能从其中找到一些可以救人的办法。而药王谷也是答应儒仙，绝不让药人之术流传于世。在药王谷门人中，新百草有个师弟叫叶压，叶压因为妻子早逝，一直沉迷于研究药人之术，曾在附近村子引发了一场事变，因此叶压也是被驱逐去了药王谷。南安城中出现的药人，也正是叶压所致。此时叶压的药人之术更为厉害，已经能将活人直接炼制成药人，更是能够炼制金身药人了。白鹤怀发现药人后，自然知道是小师侄叶压做的孽，就获苏沐雨前去惩处他。叶压实际并不厉害，炼制的药人也是都被苏沐雨给摧毁了，但白鹤怀也是沾染了金身药人的一滴黑血，中了药人之毒。这一次白鹤怀虽然中了药人之毒，倒也并没有什么大碍。一是苏沐雨追上了叶压，逼迫他毁了蛊虫，解了药人之毒；二是药王新百草赶来，为白鹤怀解除了蛊毒的隐患。只是这次的事情还没完，因为叶压还没死。当时苏沐雨虽然逼迫叶压为白鹤怀解了蛊毒，但担心他留有后手，就饶了他一命，后期如果有变故，可以再找他解决。事实上也正是如此，白鹤怀身上的药人之毒还是有一定残留。后续之时，白鹤怀又是栽在了药人之术上。在南安城开药庄之后，是苏沐雨问谏无双城的故事。当时的大皇子骁勇为了争夺皇位，也是意图控制无双城，选择了让剑无敌叛乱当城主。只是阴差阳错之下，苏沐雨和宋彦回联手压制了剑无敌，让大皇子的谋划失败。因此暗河也是开始卷入了大皇子叛乱之事。在经过唐门筑唐连月之事，暗河进入天启城，更是卷入了天启城中的波澜之中。此时的暗河家在大皇子要杀琅琊王萧若风之事中，动辄就会万劫不复。白鹤怀本是游离在外的人，但天启城中大皇子之事却是牵连着叶压和药人之术。当初叶压离开南安城后，又是投靠了大皇子，要以药人之术助大皇子夺取皇位。这一次叶压将天启城许多达官贵胄家中的公子做成了药人，要引发一场药人之祸。白鹤怀虽然是个贪财的财迷，但却也有着药王谷的担当的，绝不能让药人之祸重现于世。因此白鹤怀也是选择了留在天启城对付叶压。在这一次天启之乱中，白鹤怀、苏沐雨、苏昌河、唐连月等人成功解决药人之祸，大皇子叛乱也是失败。悲哀的是，白鹤怀体内的药人之毒也是再次复发，这些残留之毒本来无事，但白鹤怀先被刀鬼许流云的徒弟重伤，后又耗费自己的大量精血为药引炼制药人之毒的解药，才被药人之毒反噬，已经无可救药。当时的苏沐雨也在与卓清对战时身受重伤，他仍是拼着最后的力气将白鹤怀送到了天启城中的云天阁外。在云天阁中有位神医苏云秀，正是苏沐雨和苏昌河在暗河时的师范。苏沐雨只听说过这里有一位神医，但他将白鹤怀送到门口就晕了过去，并没有见到苏云秀，也不知道后续的事情。等苏沐雨醒来后，哲叔已经带着白鹤怀的尸体去了药王谷。在离去之时，
哲叔让苏昌河转告苏沐雨，说白鹤怀最后走的没有任何的痛苦，是自己亲自用寸指剑直接击碎了他的心脏。正是因此，苏沐雨一直认为白鹤怀已经死了。后续之时，苏沐雨当街刺杀了已经请罪要去钦天监出家的大皇子萧勇，也是因为他是白鹤怀身死的元凶。事实上，白鹤怀并没死，哲叔是知道的。在苏沐雨晕倒在云天阁之时，哲叔也追来了，见到了就相识苏云秀，也知道了他能救白鹤怀。只是苏云秀要修炼一门神功，需要一个神医在身边陪伴。苏云秀也知道苏沐雨的为人，而且苏沐雨曾对他说过喜欢白鹤怀，要是苏沐雨知道白鹤怀的下落，天涯海角也会找到他的。因此，苏云秀让苏哲不能将白鹤怀还活着的消息告诉苏沐雨，否则白鹤怀以后再也回不来了。苏哲知道苏云秀绝不会好心的帮助别人，并不想让他带走白鹤怀，而是想要带他去药王谷。不过，苏云秀的实力还要在哲叔之上，强行带着白鹤怀而去。最终，哲叔也只能选择对苏沐雨隐藏了真相。虽然苏沐雨并不知道白鹤怀还活着，但结局时也有交代，距离苏沐雨和白鹤怀的重逢，则还有整整12年，所以苏沐雨和白鹤怀还会有相见的一天。苏沐雨为了赢卓清，不惜入魔，头发瞬间白了。你见谁拼命到如此地步？看着满地鲜血，不能不承认，就算卓清是天启城第一高手，苏沐雨这一剑也让所有人都窒息。白鹤怀冲破一切阻拦，就为将佩剑亲手递到苏沐雨手里。你见过这么执着的女人吗？所有人都以为卓清不会败，可苏沐雨选择同归于尽的打法，生死一线，你说值不值？苏沐雨拼尽全力，头发尽白，身体也快坚持不住了。他的剑是魔剑，剑雨如血，最后一剑竟然能打破对手的防线。卓清其实根本没有想退缩，这一掌拍在苏沐雨胸口，就是给对方定了生死。你已入魔，就算赢了我，也必死。卓清嘶吼，可苏沐雨只说：“你身前无敌，我身后有人。”这一句，谁说不是所有拼命人的底气？满地的鲜血，苏沐雨倒下，白鹤怀冲进来，哪怕中毒快死了，他仅靠牵挂强撑着，为苏沐雨续命。他拼着最后一口气都要给心上人救命，这是真爱的吗？还是偏执？你信吗？银针药石能救人吗？他耗尽功力，自己却毒发倒在苏沐雨怀里，就像一只没有了翅膀的鹤。苏云秀现身，把这对苦命鸳鸯带走，想保护他们不再受江湖争斗。最狠的办法就是让全天下都以为神医已死，直接宣称白鹤怀毒发身亡。12年，苏沐雨养伤，也思念，他解散了暗河组织，四处寻找解药。12年，人没变老，只是头发，心里刻下年轮。他在桃花林里等来的是心爱的女人，四目相对，他只是沉睡了12年。苏沐雨和白鹤怀归隐江湖，再无恩怨纠葛，暗河能解散，仇能解吗？偏偏要等到苏沐雨斩杀自己的兄弟苏昌河，所有的枷锁才断裂。沐雨墨站在空荡大殿，望向堂门，他做了决定，这次换我去找你。苏昌河这人狠得要命，为了自己的暗河事业，宁愿兄弟变成敌人。他知道自己命到头了，让苏沐雨送最后一程。兄弟杀兄弟，到底值不值？苏沐雨说得好，没有绝对对错，只是每个人想守护的东西不一样。仇、理想、自由、对错，到底谁能分得清？苏昌河死得心甘情愿，这算洗白吗？还是彻底认输了？暗河解散，就是一个时代的终结。河不再染血，新生的自由你会珍惜吗？10年河东，10年河西。苏沐雨能用12年白头，等来一个归隐的机会。沐雨墨能用一夜变化，从新娘变家主，最后还是得自己主动去追爱。这些人其实都跟我们一样，拼命只是想守护点什么。其实在少歌系列中，个人觉得写的最好的一段感情就是《暗河传》中的苏沐雨和白鹤怀了。李寒一和赵玉珍的一生三面虽然感人，却有些虐恋了。两人在桃花树下刚成亲，赵玉珍就死了，只留李寒一遗憾一生。百里东君和月瑶要好一些，至少相伴过一段路。悲催的是，
百里东军误杀了月瑶，每天都是生活在悔恨之中。苏沐雨和白鹤怀的话，两人一起经历了很多，也在南安城有过一段平静温馨的生活，已经很好了。虽然最终有一些遗憾，但两人还有在重逢之时，还有圆满的时候，就更好了。